露斯败诉，律师呼吁网友不要过度解释判决结果，引发公愤。如果不是网友在网上发布消息说赵露思起诉他失败了，或许人们都不会知道赵露思起诉了他的一些黑粉侵犯他的名誉权。然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赵露思败诉，法院驳回了赵露思的诉讼，因为被告的言论是娱乐圈常见话题的评论。赵露思还需缴纳案件办理费750元。这位名叫白蜡石的人不仅对这个结果非常得意，声称自己虽然没有出庭，但还是赢了官司，还引起一些网友嘲笑赵露思，称她是失败的罪犯。第一，在娱乐业被起诉。面对此事，赵露思工作室也不能坐视不理，直接要求律师反馈，表示自己已经上诉，并警告网友不要过度解读一审判决的内容。判决结果终于出炉，原本不少网友对赵露思未能声讨该团伙表示关心和同情，如今看到如此嚣张的态度，不屑地警告舆论，网友纷纷表示想扭转局面，想问问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意思是过度解读，难道光讨论就可以干扰实验工作吗？这是高估了网友，还是低估了法律的专业性？很多人表示，赵露思律师被查出有问题，情商似乎很低，这不仅得罪了官员，也得罪了广大网友。有人认为对方律师居高临下的态度不够专业，这也是赵露思目前陷入困境的原因。其实，我们也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赵乐图起诉网友的原因，看看我们是否过度解读了判决。这起事件可能源于赵乐图和吴磊主演的电影《星星》在网上热播，因此两人拍摄这部电视剧的幕后花絮也被传开。其中之一是吴磊和赵露思骑马的片段。一般人看这样的视频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有通过直播视频关注的网友发现，赵露思太紧张了，不敢直接在现场说脏话，因此有网友将自己的发现发到了网上，不过并没有直接提及赵露思的名字，但大家一看就知道提到的人就是赵露思。其中网友白老师还写了他对赵露思的其他发现，当时很多人看到后都非常震惊，没想到台上台下的赵乐图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毕竟赵露思在大家眼里一直都是一个甜美可爱的女孩，却没想到她竟然可以用这样的话来骂吴磊。也有人代表赵乐图发言，表示人在害怕的时候自然会想骂人，所以即使赵乐图在现场骂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潜意识的反应。不过赵露思的粉丝否认赵露思说过脏话，并声称网络视频中的话外音是黑粉和网络作家整理的，意图评论赵露思的性格也在黑粉中。因此工作室将白拉石等人视为黑粉，直接起诉。也许赵露思和他的粉丝认为这起官司会像其他明星一样得到解决，没想到一审判决称赵露思作为公众人物受到众多粉丝的喜爱，但也需要忍受质疑和批评，这是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所以赵露思败诉了。其实判断这个问题很简单，去掉粉丝滤镜，看看赵露思的原视频中是否有脏话。我相信法院在这一点上已经取得了证据，事实上不存在虚假指控。在网友看来，赵露思起诉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但她反应过度了，她找到的法律权威机构并没有给她提供真实有效的帮助，也没有给她准确的法律建议。赵露思还没见过什么是真正的黑粉，相比于一些黑粉传闻的赵丽颖、杨幂、黄景瑜、龚俊等人，赵露思只被嘲讽过几次，而且还有没有攻击性的词语。但赵露思的粉丝却不这么认为，只能说粉丝关心自己的偶像很正常，但有时候过度的喜爱反而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至于赵露思，如果不服判决就继续上诉，律师的说法确实很烦人，在网友看来就是保持沉默。此举引发众怒，目前有网友站在赵露思一边，称被告需要正当反击，并要求赵露思赔偿。赵露思败诉，最新回应来了。今天下午，卓乐图败诉登上微博热搜榜首。职场欺凌事件曝光，网友不上法庭打赢官司。最近有网友爆料，赵露思涉嫌职场霸凌，此事件受到网友高度关注。面对舆论的强烈反应，赵露思选择以法律手段回应，直接起诉涉事网友。然而，今天下午，被告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赵露思针对黑粉丝提起的民事判决书，
并确认赵露思败诉。我收到了赵露思要告我的民事判决书，我从未收到任何有关审判的提醒。结果，该案于9月8日立案，并于10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因为我总是使用我的手机号码，所以他不会追踪我。我说我有法庭信息，但我没有来。即使我不在场，我也赢了官司。网友晒出的照片显示，天津银河库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赵露思女士委托律师事务所于2023年2月28日对多名主体微博账号存在严重违法行为提起诉讼。但网友发布的民事判决书显示，涉案博文并未包含任何明显贬义或贬义的言论，这是娱乐圈常见的话题评论行为，不应被视为侵犯名誉权。原告赵露思被驳回，律师事务所勿过度解释。网友们纷纷议论此事。12月6日，北京兴全律师事务所在微博回应赵露思诉某网友侵犯名誉权败诉一事。关于赵露思（以下简称委托人）诉获星浩云微博账号白老师名誉纠纷一案，委托人在收到一审判决后，委托我所律师事务所启动程序上诉，目前在网上流传。一审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本所真诚希望在做出终审判决之前，不要过度解读一审判决的内容，甚至借此散布不实言论，以免滋事，妨碍正常的司法工作，侵犯人民的权利、他人的合法权益。消息一经发布，网友们议论纷纷，有粉丝表示支持赵露坚持到底的权利，也有网友支持被起诉的博主，将自己展现为公众人物，回应公众问题和批评的义务。Do-on-2 穿裙子直播零下20度 ，No-Lie 满脸伤痕几乎失明，专业知识差距有多大？要不是宣传波司登时看到 Do-on-2 光着脚待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屋里 ，Do-on-2 的脚冷得都红了。谁能想到明星的专业度差距这么大？吴雷在拍摄马背枪战戏时，道具出现问题，子弹在他面前爆炸，碎片导致吴雷脸上全是伤，眼睛也红了。经过短暂的治疗后，他继续拍摄结束后，他立即前往医院处理伤势并检查眼睛，直到拍摄结束。Mai Kai 在拍摄时不小心割伤了手指，他开始哭泣，整个剧组等他包扎好后才继续拍摄。张艺兴在拍摄电影《全有或全无》时，有很多被殴打的场景，本来脚上绑着护具，但因为拍摄的真实感不高，张艺兴要求自己不要使用，脱了护具真被打了。拍完戏后，张艺兴的腿上全是淤青。程潇在拍自己被打脸的戏时，怕妆坏了，要求不要碰自己的脸，只好借了相机。可乐中有一场闫妮惨遭殴打和抢劫的戏，在勾贼戏中，这位演员只是客串，但为了保证场景的真实性，他要求演技要强。更多，电影拍完后这一幕，演员的脸都青肿了。他只是个小打工，这么敬业的演员，一个名人怎么可以这么嚣张？再看看杨颖的乞丐装，鞠婧祎饰演的难民衣着干净，妆容精致，确实很难体现角色。不过国民女神迪丽热巴来了，真的毫无负担，穿着丑陋的衣服和化妆，